大家好，我是罗姨，欢迎来到罗姨时间。这一集我们来了解 DNA 突变和恒定在生命中能够完美共存，敲响了进化论的丧钟。为什么对立的恒定和突变在生命中能够和谐的共存呢？本来突变就不能够算恒定，恒定就不应该突变。但其实事实上，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在一切的生物当中，是 DNA 编码有突变，而 DNA 整体却是恒定的。DNA 整体它代表着生物的整体， DNA 整体的恒定它意味着生物是恒定的。为什么编码突变不影响整体的恒定呢？我们要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来寻找答案。在寻找答案之前，我们先来了解编码和人体的关系。DNA 是储存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人体是由60万亿的细胞构成的，几乎每个细胞中都有23对染色体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就是这样的 DNA 编码。所以我们人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而 DNA 编码它是通过精子和卵子进入我们人体的。在我们的人与人之间， DNA 编码的差异是1/1000，也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每1000个 DNA 编码，999个是相同的，有1个是不一样的。那么 DNA 编码和生物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从关系上讲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生物它们都是 DNA 编码编出来的，和我们人是 DNA 编码编出来的是一样的，而且编码和我们一样，也是 ATCG 4个编码组成的。那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基因组不一样，而基因组是由染色体构成的，染色体呢是由编码序列构成的，编码序列它携带着信息，传递信息。所以不一样在哪里？在编码序列不一样，信息不一样，所以什么样的信息就长什么样的物种。我们人的编码序列所携带的信息就长出我们人的样子，其他生物他们身体当中的编码序列所表达的信息就长出他们的形体。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序列不一样，信息不一样，但是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编出来的。什么是 DNA 编码突变呢？突变简单一点说就是改变，就是编码从 C 变成了 T， 这就叫突变。比如说下面这2组 DNA 编码，2组完全一样的，对吧？可是这个地方是 C， 相同的这个地方是 T， C 突变了，成了 T， 这就是突变。看到没有？这么多编码就这一个突变了， C 成为了 T， 就叫突变，这就是突变。人从一个针尖大的受精卵细胞，经过几十次的
细胞分裂，最后生长为60万亿细胞的成人。每一次细胞分裂，细胞中的染色体和线粒体以及它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都要复制成2份。在 DNA 编码的复制过程中，就会产生个别的 DNA 编码的突变。有突变，但是我们要注意突变率。突变率非常的微小，只有10亿分之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突变率的话，你突变你就没有一个标准了。你可以突变很大的突变率，也可以很小，那差别非常大，所以一定要注意突变率。进化论它是不讲突变率的，它根本不告诉你突变率。突变大多数呢对人体产生微小的差异，有个别的呢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在白人的15号染色体上面有一个编码，在第一个人最早的第一个人那里，第一个白人那里，他的在这个位点上面，它的 G 突变成了 A， 那么它的皮肤呢就成了白色，而它的后裔全部在这个位点上都成了 A， 而且他们的皮肤都是白色，也就是今天世界上的白种人，他们是因为这一个编码的改变，他们都成了白种人。这个完全推翻了进化论所说的皮肤是因为环境阳光影响造成的。这个和阳光和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他的一个编码的突变，使他的后裔所有的人在这个编码上都是 A， 皮肤都是白色。所以进化论他们常常用一些很原始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从表面看，所以他不会从人的我们生命的最本质的就是 DNA。 如果说过去不知道，那很能够理解，可是现在就应该知道，就不应该还保持那种进化论的那种推论来看人的皮肤的颜色。这个和环境完全没有关系，不是环境所带来的变化。分子人类学看突变，是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遗传信息数学分析来看，而不是从表体来看。进化论他们都是从表体来看。好，那我们先从 DNA 编码的解码来看突变是什么时候发生。从编码的解码我们可以看到呢，突变是发生在编码的复制过程当中，而复制的过程呢，出现在生殖过程的减数分裂，生长过程的细胞分裂，在这2个过程当中会出现染色体和线粒体的复制，这个就是染色体，这个就是线粒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染色体是由编码构成的，线粒体也是编码构成的，这个
彩色的圆珠也是 DNA 编码。所以当它一条染色体复制成2条的时候呢，就是编码要复制成2份。在复制编码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编码的突变。我们之前看过专门就上一集我们就讲到减数分裂的过程。在减数分裂的过程当中，就有每一条染色体都要复制成姐妹染色体，那这个复制就都存在着编码的复制，而编码的复制呢，就会出现编码的突变。在人的生长过程当中，我们的细胞1分2、2分4这样子的分裂的时候呢，细胞分裂的时候，细胞里面的23对染色体60亿的 DNA 编码同样要经过复制。当你一个细胞分裂成2个的时候，那么你这一个细胞中的60亿 DNA 编码就要复制成2份。复制实际上就跟那个减数分裂复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染色体要复制成2份，然后它的 DNA 编码60亿要复制成2份。那当然复制染色体也就是复制编码，因为染色体就是编码构成的，所以实际上还是编码的复制，所以突变也是编码的突变，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从编码的解码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什么时候会产生编码的复制和编码的突变，这是从 DNA 编码的解码来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虽然是看编码的解码，实际上也不能够不看数学分析，因为实际上你的细胞分裂多少次啊，还有你的突变率多少，这都涉及到了数学分析。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用数学来分析突变率和突变数。突变率呢是10亿分之一，就是我们人体呢有60亿的 DNA 编码，那一次是有6个突变，10亿分之一嘛，那60亿一次就是6个突变。人一生平均有50次的细胞分裂，那6乘50就是300个，对吧？就是说一代人有300个编码的突变，所以在60亿里面呢，那你计算出来就是仅仅只有千万分之0.5的差异，这个差异是非常非常小的。人类距今是20万年左右，平均1万代，人与人之间就是千分之一的差异，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那么这个计算呢，和今天的这个分析，实际上和人体的检测报告的结果呢是一致的，这个很重要。你这个分析一定要和检测报告结果要一致，检测报告的结果呢也是千分之一，这是数字说话，这不是随便乱编的，也不是一个像进化论是个抽象的突变，不是这样的，这是非常具体的数字。我们来看一个权威性的报告，2006年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说，2003年4月，当研究人员
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后分析，他们确认，很重要啊，确认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的遗传字母，也就是编码，在每个人身上都是 99.9% 的相同。这也意味着这个星球上个人的 DNA 差异平均只有 0.1%，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与人之间只有1/1000的差异。这个是他们的报告确认的，那前面是我们计算出来的，所以计算出来的和这个报告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是最终要以人体检测的结果为准，所以这个是人体检测的结果，这是真正的科学。这个也是进化论最害怕的，他们从来不跟你讲具体的检测数据，因为他们很害怕，他们只会跟你玩抽象的游戏，这就是进化论。数学的权威性表现在哪里呢？美国数学家本杰明说，数学不是理论的构建者，也不是假说，但是它却是理论和假说的法官，是理论和假说必须服从的裁判者。没有数学的认可，既没有规律可以遵守，理论也得不到解释。这一点说得非常好。进化论他们就是没有数学的认可，他就没有规律可以遵守，他的理论得不到解释。在生命的DNA 上，数学是 DNA 解码的有力武器，因为数学能够最深刻、最直接的表明哪些是不可能产生的假说，哪些是必然发生的事实。从数学的分析，我们就看到进化论所说的突变可以带来动力，突变是进化的基础和动力，就是一个假说。而从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呢，所看到的1/1000的差异呢，就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因此，数学是科学的女皇，它的权威性不能够挑战。这个报告的权威性表现在是来自你我身体中 DNA 的检测得出的科学结论，里面有 DNA 编码的解码，有数学的分析。这是理论的法官，是科学的女皇，也就是数学做出的判决。如果有电脑和数学基础知识的人看了这个报告，就知道这个报告已经置进化论于死地了。因为数学会告诉你，全世界人 DNA 编码999%的相同，只能是来自第一个人，这是数学计算的结果。电脑工程师会告诉你，全世界人身体中的编码序列999%相同，必然是编制而来的，必然是 copy 至一个人，因为它是编码序列，它不是乱码。没有哪一个电脑工程师能够把一个电脑程序乱敲，把它敲成一个有用的电脑程序，
不去编，不可能的，一定是编写而来的。那么100个人的电脑程序，如果说99%都是相同的，一定是 copy 至一个人，不可能这100个人各编写各的，最后编写出来的100个人都是相同的。这就是电脑工程师为什么可以确定全世界人编码序列999%相同，一定是编织而来的，一定有一个编织者，而且一定是 copy 至一个人，不是各编各的，编成这样的一个相同。可以说，编码和数学是进化论的死穴。进化论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死死抱住他的进化理论不放。他最重要的缺的就是编码的知识和数学的知识，或者说是数学分析的方法。简单的说，他们缺的是电脑和数学的基础知识，他们应该有跨学科的电脑和数学的基础知识。他们可能数学还可以，可是他没有真正的用在分析上面来。然而他们对电脑编码，他们一窍不通，他没办法把编码信息和人体结合在一起去研究和思考。但是他们又特别的骄傲，他们觉得生物就是他生物学的专利。他们认为其他的人是没有资格来碰生物这一块的。恰恰相反，当 DNA 编码出现以后，他们在这一方面还真的是外行了。而真的能够接受和理解的，首先是电脑工程师。因为人是 DNA 编码编出来的， DNA 编码是信息，生命是来自信息。要认识生命的奥秘，必须认识信息。如果没有电脑编码信息入门知识，无法理解 DNA 编码信息的工作。例如，无人飞机、无人汽车、智能家居等等这些硬体，都是电脑软体工程师编写的电脑程序。不同的程序表达出不同的信息，指挥不同的硬体可以动起来。而 DNA 编码表达的不同信息，可以让人和不同的生物表现出各自的生命特质和奇观。这就是 DNA 编码信息和电脑编码信息相同之处。低前生物学的进化论者还停留在 DNA 之前的思维中，他们连电脑编码信息的入门知识都没有，根本不可能理解 DNA 编码信息与人体和一切生物的关系。事实上，他们也不愿意去理解，因为只要理解了编码信息的工作，进化就不存在了。这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但是，真实是科学的基础，人就是 DNA 编码编出来的。一切生物的区别就是信息的区别。DNA 就是信息，它承载信息，传递信息，产生信息，复制信息，指挥信息，调控信息。
一切生命都是物质的遗传信息和非物质的遗传信息构成的。进化论一定要回避信息，因为信息会置进化论于死地。生命中一切皆信息，研究生命却回避构成生命的信息，如何能够认识生命的奥秘呢？下面我们会继续从信息的层面来分析 DNA 突变和恒定。